90年代不少家長總喜歡拿自己兒女跟劉亦婷做比較，你怎麼不學學劉亦婷？你看看人家3歲就會講故事，你都10幾歲了，連人家一根毫毛都不如。那麼劉亦婷又是何許人也？為何能得到諸多家長的青睞？1999年，在信息閉塞的時代，劉亦婷被哈佛大學以全額獎學金特招錄取。此後，劉亦婷火遍全國，被人稱作天才少女。這原本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，但事情的走向卻慢慢變了味。首先是家長們的狂熱，第二是出現了一股模仿風潮，甚至導致不少負面消息上了新聞。而這一切都來源於一本書，叫《哈佛女孩劉亦婷素質培養紀實》。這本書是劉亦婷媽媽劉衛華趁着女兒的熱度所做的育兒類書籍。出版之後果然取得了驚人的反響。但是劉亦婷是否真的擔得上天才之名呢？出國多年之後，她現在又怎麼樣了呢？1981年，劉亦婷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，母親劉衛華是雜誌社編輯。1歲多時，父母因感情不和離婚，她由母親撫養。從小母親就對她非常嚴格，劉亦婷出生之後，劉衛華就對她進行了各種早教訓練。就連奶奶幫忙帶，也要按照刘衛華列出来的育兒計劃表格執行。7歲那年，母親劉衛華再婚，繼父是劉衛華的同行。最重要的是，繼父與母親的三觀一致，教育理念高度契合。上學時期，一旦劉衛華覺得這所學校不能給劉亦婷帶來壓力，就立馬辦理轉學。因為在劉衛華看來，壓力意味着動力，而繼父始終支持。劉亦婷果然不負眾望，在父母和繼父的雙重督促下，從小學習成績優異。1993年，12歲的劉亦婷進入成都外語學校讀完初中、高中階段。1996年，劉亦婷還被《蒼天在上》的劇組選中，被拉去拍戲。拍完回來，考試還拿了個全班第一，參加全國初中物理知識聯賽，奪了個2等獎。基本可以說，演戲學習兩不誤。這要換做別人，可不是輕易能夠做到的。1997年，劉亦婷獲得一個到美國交流學習的機會。借交流的機會，劉亦婷與其他同學訪問了美國20多所學校。結束之後，有些同學表示想出國留學，而劉亦婷卻表示不想出國留學。一個人首先要學會自己國家的文化，還說要考北京大學，可謂是愛國情懷滿滿。可惜不到1年就傳出劉亦婷被哈佛大學以全額獎學金特招錄取的消息。1999年，劉亦婷成為中國唯一一位被哈佛錄取的學生。她以王者般的姿態被媒體報道，出現在大眾視野。那段時間，無數家長都想知道這個劉亦婷到底是何方神聖，什麼樣的父母才能教出這麼優秀的孩子。而家長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，讓劉衛華看到了商機。作為多年讀書出版經驗的編輯，沒人比他更懂得出版流程。同時，他也知道什麼樣的內容能夠滿足家長的心。於是，趁着女兒的熱度還在，劉衛華僅用幾個月時間，火速出版了書籍《哈佛女孩劉亦婷素質培養紀實》。果然，此書一經出版就火爆全國。火爆到什麼程度呢？短時間內，這本書就創下了126萬冊的銷售記錄。成都一家媒體開通了4部熱線，一下午就接到了上千個取經電話，每天都收到全國各地家長寄來的信。但是賣得火就意味着這本書質量很高嗎？恰恰相反，甚至可以說它相当糟糕。比如販賣焦慮，開篇劉衛華就說，婷兒3個月大就開始認聲，比平均水平提早6個月，4個月大就會翻身了，提早了2個月。一般嬰兒10個月大才出現理解性記憶，婷兒6個半月就出現了。3歲時就會講《紅樓夢》的故事，去測試智力，婷兒已經是萬里挑一。赤裸裸的在強調婷兒如何優秀，天賦多麼超絕。然後話鋒一轉，開始畫大餅，說自己育兒方式是參考19世紀德國神童卡爾威特的培養過程，字裡行間暗示着劉亦婷的成功是可以複製的，是可以通過後天培養得到的。想一想，可能嗎？但是刘衛華就是這樣做的。那麼他的獨門教育秘籍是什麼呢？在書中有一個著名的捏冰情節，
為了鍛鍊女兒的毅力，劉衛華要求不到10歲的劉亦婷徒手捏住冰塊，長時間不撒手，直到整個手掌發紅，搞得劉亦婷直接在日記中寫道：第1分鐘感覺還可以，第2分鐘就覺得刺骨的疼痛，我使勁咬住嘴唇，好像疼痛都轉移到了嘴上，第3分鐘感覺骨頭都要被凍裂了，我急忙拿起一個藥瓶看說明書，用大聲朗讀的方法來克服。後來劉媽媽直接腦洞大開，又開發了不少折磨人的方式，比如踮腳站立30分鐘等等。此外，劉衛華在書中給大眾樹立了非常糟糕的榜樣。女兒愛看漫畫，他就認定女兒不學無術，然後強行干預，以後只能讀書，不許看別的。劉亦婷步入青春期後，劉衛華不斷地給她灌輸早戀的危害，甚至列舉某某地學生因早戀丟掉性命，以此來逼迫她疏遠班裡的男生。而這些之所以能在書中公開，是因為從小開始，劉衛華就要求劉亦婷每天都要寫日記，並且還要拿給媽媽看，毫無隱私可言。這種教育方式摻雜着劉衛華極端的控制欲，拋開有沒有效果不說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孩子與父母之間的關係肯定會受到影響。歸根結底，劉衛華的育兒方法摻雜了太多控制欲，而且他也並非科班或者教育心理學家出身，這就注定了他的育兒方法是私人的，不具備普適性，又何談複製下一個哈佛女孩？這書要是放在今天，必然是過不了審，但是放在當時育兒書還不普遍的時代，這並不妨礙很多缺乏判斷力的家長對此深信不疑。比如一些家長看到捏冰那個情節，當天晚上就把冰箱裡的冰薅下來給孩子捏在手裡，以為這就能考上哈佛，甚至嚴重的還上了新聞。比如當時青島某家長按書中的方法，又是捏冰，又是讀名著，又是踮腳站立，搞得孩子精神崩溃，不得不去看心理醫生。但是这種負面新聞並不妨礙劉衛華的地位，很多家長想從他身上學到幾招，這樣自己的兒女就可以像劉亦婷那樣優秀。但是劉亦婷真的有她媽媽劉衛華說的那麼天才嗎？她真的是憑借自己的能力考上哈佛的嗎？2004年，一本題為《教育孩子需要大智慧：哈佛女孩劉亦婷真相》的書籍橫空出世，劉亦婷這才被逐漸拉下神壇。本書作者名叫肖瑜，曾在採訪時表示，用一個固定模板來教育孩子是一件很糟糕的事。在書中，他對劉亦婷能被哈佛錄取進行了分析，最終歸結為運氣。劉亦婷之所以能上哈佛，都是因為找到了一個重磅推薦人。眾所周知，國外一些名校都非常重視推薦人的分量，而恰好劉亦婷那次出國參加交流會，認識了美國律師兼政府議員拉瑞。劉亦婷在申請哈佛時，連 SAT 成績都沒有，但是拉瑞熟悉美國高校的申請流程，在他的指導下，劉亦婷成功避雷，甚至拉瑞還以自己的名義寫了一封分量極高的推薦信，最後還直接動用了關係，指定自己的朋友來當面試考官。這段詳細經歷還被劉衛華寫在了《哈佛女孩劉亦婷》書中。所以走後門走到這份上，如果還不成功，那就有點說不過去了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劉亦婷在申請哈佛那年，她所在的高中即將由公立轉為私立，正在被德瑞教育集团收購中，資本都是精明的，正需要樹立一個這樣的劉亦婷來做典型，提高學校的含金量。所以正在報考階段的劉亦婷恰好成為了他們全力支持的對象。人脈加資本，每一步都貴人相助，想不成功都難。總的來說，肖瑜在他的書中表達的觀點是，劉亦婷也許很優秀，但是比他優秀的人大有人在。他憑借自身能力考個重點大學問題不大，但是能被哈佛錄取，運氣因素佔據很大。但是在劉衛華的書中，他卻有意無意地隱去了運氣這個關鍵因素，特意把劉亦婷包裝成頂級學府青睞的完美女孩，通過這些來兜售自己的育兒書，狠賺了家長們一波智商稅。那麼如今的劉亦婷怎麼樣了呢？出國後的劉亦婷在哈佛攻讀應用數學和經濟專業，畢業後她似乎花光了所有運氣，自己創業2次都以失敗告終，
在婚姻方面，她嫁給了美國人，定居美國，逐漸淡出了公众視野。生活方面，她嫁的老公是一位離婚律師，隸屬中產階級，而她自己也是秦岭資本的合夥人兼首席運營官。假設不以天才的濾鏡去看待她，她的生活過得倒是挺滋潤的。如今劉亦婷的故事已經過去了23年，在今天這個信息發達、育兒知識豐富的年代，家長們早已不再輕信劉亦婷的故事了。但是歷史總是不斷重演，有一個劉亦婷倒下，又有成千上萬個劉亦婷冒了出來。他們藏在每年被媒體瘋狂報道的高考狀元裡，亦或者在人們口口相傳的神童故事裡。說這些其實並不想反對什麼，而這個視頻的目的不過是想告訴廣大家長，教育孩子或許可以換另一種溫和的方式。因為每個人一生下來就是個獨立的個體，假設總是拿自己的孩子與別家更優秀的孩子做比較，然後不停地抽打自己的孩子前進再前進，之後又在日積月累的責罵聲中抹殺孩子的求知欲，久而久之，原本溫馨的親情就被搞得千瘡百孔，硬生生地把孩子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。而做了這麼多，孩子最終大概率還是個普通人，這真的是家長們想要的嗎？知名作家易中天曾說，他眼中正確的教育理念是望子成人，而不是望子成龍。我想這才是家庭教育應該做的事情。望子成人是一個短暫的過程，盼望孩子成為一個自信的人，一個越挫越勇、眼裡有光的人。所以有時候不妨偶爾慢下來，讓孩子看看身邊的風景，才能擁抱當下的健康和快樂。